魏无羡是一个千年黑蛟，唯一的愿望就是等一个好时机飞升成龙。他在这夷陵地区已经待了700年了，他现在修为也有1000年了。这夷陵地区的小妖们之前被他收拾服了，倒也是听话，没啥别的爱好，他就喜欢在水里面待着，有时候在水底一睡就是好几天，闲得没事就化作人形去凡间听听戏喝酒，倒也是乐得自在。人间魏无羡也逛得勤快，主要是比较好玩。他生了一副十分俊俏的脸，带着丝丝的少年气，一笑那一双桃花眼就像是进了水一样，眸光潋滟。魏无羡平日里也不怎么出去，但是一出去就肯定是海几天，温情有时候找不到，他也就懒得找了，干脆就在房子外面等他回来。原本夷陵地区是一片狼藉，但是自从700年前魏无羡来到了这里的时候，这才好了起来。温情是他在一群狼妖里面救出来的。温情还有一个弟弟叫温宁，姐弟2个从小相依为命，要不是那日他的弟弟受了伤，估计也不会被一群狼妖钻了空子。其实魏无羡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到的夷陵，只知道他睡醒一觉就已经在这里了，之前的事情脑子里面混混沌沌的也想不起来了，干脆就这样吧。他刚到这里的时候也不过300多岁，还是一个小蛟龙，但是蛟可是比龙低1级罢了，因为大部分的蛟可都是要飞升成龙的，自然也就没人敢惹他了。魏无羡，我的土豆呢？你是不是又给我拿走了？温情在院子里面喊，可是喊了半天也不见那只黑蛟去了哪里，没有丝毫动静。温情想了想，跑到山后面的湖那里看了看，湖面一片平静。温情用自己的灵气在水底下探了探，果不其然，湖底下正盘着一只巨大的黑蛟龙，那个样子看着就是在睡觉，可是乐得自在。这个样子也不像是要成龙的，一天天游手好闲。温情想了想，还是没喊醒这条蛟。其实倒也是奇怪，温情700年前刚见魏无羡的时候，看起来倒是没有什么异常，但是温情还是看了出来，当时他应该是受了很重的伤，估计是内伤。这几百年伤倒是养好了，但是这是睡的毛病倒是落下了。魏无羡在湖里静静的睡着，睡着就不知道怎么就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梦，导致魏无羡最后醒过来的时候脸上的神情实在是不太好。温情刚好从山后过来，看着魏无羡的样子，问了句：醒了？魏无羡懒懒地抬了一下眼睛，那双桃花眼面平淡如水，确实十分的勾人心神。他语气慵懒：醒了，不知道做了什么梦，吵得我睡不着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靠在了一个石头上，然后又舒服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，懒懒地靠在上面，把玩着自己腰间的那一个笛子上面的红穗子。温情双手抱着自己的胳膊，神色丝毫的不在意，说道：你好歹也是一个夷陵的妖王啊，最近夷陵区南边有妖在作乱，不去看看？魏无羡眼睛都没有抬一下，语气带笑道：这种小事还用我去看呢？你和温宁找个时间去看看不就得了吗？温情白了一眼魏无羡说道：你可真懒。魏无羡一听就笑了，那双眼睛更加的明媚，说道：一般一般吧。温情懒得搭理魏无羡了，说道：那行吧，用空我们去看看吧，我去忙了。魏无羡笑道：行，那我就继续懒着了。温情懒得给这个人说话，没话说。魏无羡见温情离开了，整个人又躺在那里懒懒地晒着太阳。说来也奇怪，如果要是让他现在再回想刚刚自己梦中的景象的话，他也确实想不起来，一片模糊。他只知道自己梦中有隐隐约约小孩的啼哭声，之后的什么他确实是想不起来了。魏无羡满不在意地皱了一下眉头，心想都是什么梦啊？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好，魏无羡被太阳晒得舒服，就打算靠着身后兜石头再眯一会，谁知道还没眯一会，忽然就从天掉下来一个重物，直接砸在了魏无羡的身上，直接就把魏无羡给砸清醒了。魏无羡2次睡觉都没睡好，脾气再好的蛟也脾气的好吧，他强忍着眉间的戾气，勉强睁开眼看着自己面前的一个白色东西。那个小东西不知道从那里掉下来的，直接就砸在了魏无羡肚子上，砸得魏无羡肚子一阵一阵的疼。魏无羡咬牙问道：你那个小小的东西好像听到了声音，慢悠悠地转过身看着自己身后的人，也许是魏无羡眉间的戾气过于骇人，小团团悄悄地往后退了退。
魏无羡一看见面前的小团团，蓦然愣了一下，这是那里来的小娃娃？小娃娃长得十分的可爱，软软的黑发被一根红色的发带松松的绑着，一双浅色的大眼睛水灵灵的，带着水光，小嘴唇红润润的，一身白衣穿得十分的大方好看，一看就是平常孩子，但是因为害怕，小娃娃浑身都在发抖。魏无羡愣了一下就笑了，整个人又懒懒地靠在了石头上，语气又懒又漫不经心，问道：小娃娃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小娃娃悄悄地蜷缩着身子不吭声。魏无羡也不恼，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慢悠悠地揉着自己被这个小团子撞疼的肚子，问道：你要是不说的话，小心哥哥不送你回家哦。小娃娃一听，又悄悄地往后退了退，这才小声地说道：我天上来的。魏无羡挑了一下眉，说道：小家伙，你莫不是在逗我？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小娃娃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我就是从天上来的。魏无羡道：你要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那我岂不是要被你砸死了？小娃娃看了看魏无羡的肚子，最近刚刚摔下来的时候并没有摔痛，看来是砸到这个人的肚子上，这确实是自己做的不对。他小声的道歉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父亲说了，如果自己不小心做错的事情，一定要道歉。魏无羡实在是没有必要和一个小孩在这里纠缠，不在乎的说道：没事。小家伙一听，微微的低下了头，又不说话了。魏无羡看着这个小家伙实在是好玩，又问道：小家伙，你多大了？小家伙仔细的想了想，说道：我700岁了。魏无羡这下是真的没想到了，他觉得这小家伙最大估计也就是100多，顶多不会超过100岁，谁知道这小家伙都已经700岁了，他也不过才1000多岁。魏无羡笑了，说道：小家伙，我告诉你，你擅自来到我这夷陵，又不小心砸到我了，我可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哦，你就不怕？魏无羡说着，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自己的本体，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蛟。小家伙似乎是被吓到了，眼睛都忘了眨，就这样愣愣地看着魏无羡。魏无羡故意吓唬这个小娃娃，说道：你就不怕我把你吃了？说着就朝着这个小娃娃慢慢地走了过来。小家伙的眼睛慢慢都是水光，一屁股跌倒在地上，慢慢地往后退，看着黑蛟离自己越来越近，终于压不住心里的害怕，哭了起来。他闭上眼睛，忽然哽咽地喊了一声：娘亲。魏无羡的脚步戛然而止，